兄弟们，这期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基本每天都睡多长时间？反正就前途君本人来讲，每天睡眠都不足8个小时。那么问题来了，倘若我们每天的睡眠很少，无法达到科学的每天8小时睡眠时间，那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甚至负担？而且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最近又有很多大厂的员工抱怨工作过于饱和，每天都加班加点的完成任务，甚至连续工作24小时的事件都频频发生。因此，对于睡眠不足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首先，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肯定一件事的，那就是没有一个长时间不睡觉的人是一个健康的人。这些人群的身体往往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严重的威胁。当然，也有一类人对睡眠的要求不是很高，他们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自己对睡眠要求天生就比别人少，这就让他们即使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也能有出色的反应能力。但注意重点，对睡眠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不代表他们完全不需要睡眠。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睡得少还倍儿健康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举一个例子了。在国外，曾有人做过相关睡眠的实验，一位白人挑战整整11天不睡觉，在这11天中，他所表现出的状态，让我们看到了长时间不睡觉所带来的后果。在他坚持2天后，他的情绪开始暴躁，并且出现心理恶心的症状，接着就出现了记忆问题，总是突然想不起自己几秒钟之前想要做的事。再来就是在第4天的时候，他开始产生精神上的错觉。首先，他是个白人，但他却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黑人，同时还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嘴巴里也一直在讲自己有一个朋友是种族歧视，整个人看起来显得相当疲劳。等到第7天的时候，他开始浑身不停的颤抖，并且言语不清。当时有很多人都说他最终会精神失常，再也无法恢复到自己健康的状态了。但好在这些预言最后都没有验证。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我们的睡眠一旦长时间都被剥夺的话，那么自己的行为习惯真的会出现很明显的改变，并且可以肯定是往坏的方向走。这个案例中所出现的所有病症都在告诉我们，长时间不睡觉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为什么我们到了晚上就一定要睡觉呢？无数的科学家都尝试寻找答案，但很可惜都失败了，只是对睡眠本身更加了解了。其实有很多名人名言表述的观点都是睡觉是在浪费时间。就拿我们很多人都熟知的著名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来讲，他的一句话就让人印象很深刻，那就是你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钟的样子吗？甚至有时候连专门研究睡眠的科学家也会迷茫。就比如哈佛医学家的一位精神病学家就开玩笑的说过，我们对睡眠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睡眠能治疗瞌睡，但玩归玩，闹归闹，正经通过研究睡眠，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的结论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为了节律，说白了就是适应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对于我们的地球而言，4个季节的交替使得日照时间、气温还有湿度都有一定的变化，每天也有着白天和黑夜的转变。动物们为了在食物链中生存下来，不仅要相互竞争，更要适应地球上的环境，因此就会在漫长的时间中进化自己，并且在大脑内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律控制系统。有的节律会很长，比如说冬眠；有的节律相对来说就很短，比如说海洋的部分生物隔一段时间就得上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同样的，睡眠也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环境，而且睡眠也不仅仅是人类的特权，它在所有高脊椎动物里都存在。但你要说非得找一个不需要睡觉的动物的话，那还真有，那就是生活在深海的海豚。因为海豚每隔1分钟就要呼吸一下空气，如果说不小心睡着了，那就会把自己淹死在海里。但就是这样不能睡着的海豚，每天的睡眠时间却和我们人类没差多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海豚可以控制自己的左右脑分别工作的。就比如说宽吻海豚，人家每次睡觉就是先让自己的一侧脑瓜子睡，先睡上它2个小时，然后再清醒上1个小时，完了再用另一侧脑瓜子睡，以此循环来保证每天的睡眠时间。可以说海豚真的是一辈子都在半梦半醒中度过的。还有一种名为印度盲海豚，它们有一个习性，就是每到雨季来临的时候，就要在急流中和海浪搏斗，一旦偷懒就会被拍在沙滩或者礁石上挂掉。但这种海豚也会抓住机会睡上一会儿，在1天当中，这种小睡加起来能有7个小时之久。所以通过以上这2个案例就可以看出，不管条件多么恶劣，都要在危难之中抓住机会睡上一觉，而且睡的时间还不少，这就更能说明睡觉的重要性了。但睡觉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认同的观点，但还是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学者们分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首先第一个观点就是恢复理论，换一种说法就是
是，睡觉其实是在给我们的大脑洗澡，就是我们白天辛苦工作了一天，不管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觉到了疲倦，这个时候就需要睡眠来让我们自己达到休息和恢复的目的，或者更新一下自己体内的某些物质，因为咱们只有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内部的很多物质才会活跃起来，而这些物质又和咱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或者修复身体的某些机能有着密切的联系。拿其中一点来举例，就是我们大脑分泌的一种体液，名为脑脊液，这东东的功能主要就是给我们的大脑提供营养，排出因代谢所产生的废物，这些废物中还有某一种蛋白质，它的具体成分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直接明了的就是造成老年痴呆的罪魁祸首。倘若我们因为睡眠很少，从而导致我们不能通过脑脊液来排出这些有害的蛋白质的话，那我们年纪轻轻就会因此而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所以说睡眠是在给我们的大脑洗澡，也是非常贴切的。再来就是适应理论，得出这个理论的学者们认为，我们睡觉其实就是为了规避伤害和节省身体的能量，睡觉其实是让身体脱离困境，在自身脆弱的时候避开自己的天敌或者其他有害的因素，同时也达到了节省能量的目的。咱们再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松鼠而言，晚上行动就太过于危险了，因为它们的天敌猫头鹰和狐狸就是在晚上才会很活跃，因此一旦到了天黑，松鼠就会想办法找到一处安全隐秘的位置，以此来躲避自己的天敌的围捕。同样的，通过睡觉也可以节省自身的能量消耗，因为松鼠进入睡眠时体温会慢慢下降，同时自身的温度调节功能得到抑制，热量的消耗自然而然就降低了。虽然说这个理论有理有据，但要是用在我们人类身上就没有那么好的说服力了，因为自从我们学会造房子以后，夜间来自其他捕食者的威胁就没有了，但我们还是需要睡眠，或者从节省能量的角度来说，睡一晚上能节省的能量也就只有一个汉堡的热量。在物质基础这么丰富的今天，这么一点能量根本就不需要咱们通过睡眠来省，但我们还是需要睡眠，这说明咱们睡觉绝对不只是为了适应环境这么简单。那么第三个理论就是记忆巩固理论了。咱们人类对记忆的操作有编码、巩固和提取的，就比如咱们在背诵课文的时候，刚开始从头念一遍，这是在编码记忆，然后反复的背诵，这是在巩固记忆，最后老师抽查或者考试默写的时候，这就是记忆的提取了。并且经过研究表明，只有咱们意识非常清醒的时候，对记忆的掌控效率才是最高的。并且针对睡眠是否会对记忆产生影响，德国的一位科学家就做过相关的实验，实验最后发现睡眠少的人远没有睡眠充足的人记忆力好。这一点大家其实也能体会到，就是倘若自己通完宵直接上一天课，这一天你的精神将会极度匮乏，并且对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常见的。那么通过以上的理论，我们已经了解到睡眠的部分作用了，但真正说睡眠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原因却还不得而知，这只能交给时间让我们去慢慢探索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前途君，我们下期再见。